嗨，我是老闆。這集我們要來講法國史上最大規模的迷姦案。該感到羞恥的不是我，而是他們。這句話我覺得非常重要。這句話來自一位法國女性，中文翻譯是吉塞爾佩利。那我們後面可以叫她吉塞爾。她被丈夫下藥長達10年，她老公找來70多個陌生男性來性侵她。這件事情真的超級扯，因為他是你最親密的老公，你孩子的爸爸欸。為什麼他會做這樣的事情呢？然後吉塞爾是怎麼去面對這樣子接下來的人生呢？我希望更多人知道他勇敢的故事。如果想要影片，歡迎訂閱，也可以加入會員看更多影片哦。吉塞爾的老公在將近10年的時間裡，在他的飲食或飲料裡面下藥，然後找了至少72個陌生人性侵他。這10年內，他毫不知情。他常常斷片、頭痛，想不起來前一天晚上的事情。他懷疑自己是不是腦袋裡面有長東西，有腦瘤什麼的，他就一直去檢查，照 X 光幹嘛，卻找不到任何的原因。那事情到底是怎麼被揭發的？是有一天她老公在超市偷拍女生，然後被抓到了。警方扣留他的手機查證，看到他手機裡面的某一個資料夾裡面有大量的影片跟照片，才發現了，靠，這個男的找人性侵自己的老婆長達10年，這件事情才被揭穿。我想請大家跟我一起注意以下幾個我想講的重點。第一個是他選擇不匿名審判的意義，跟所有法國的性犯罪受害者一樣，其實吉塞爾他是可以享有不要被公開的方式進行審理的。所以我們會覺得這樣是在保護當事人嘛？可是他卻決定勇敢站出來，讓全世界都知道在他身上發生了什麼事。他是故意這樣子做的哦。面對這種創傷跟羞辱，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會想要躲起来，對，會想要接受匿名的保護，因為怕被人家知道說我被這樣對待過，然後我很慘，那大家就會用異樣眼光看我。而且很多人還會檢討受害者說，是不是你自己怎麼樣，他才會這樣對你？然後甚至很多人都說，10年呢，你怎麼可能自己都不知道？你會不會太誇張啦？檢討他哦。甚至很多人還會給受害者來一句，這麼爛的老公，當初還不是你自己選的？常聽吧，很常聽到吧？有很多人都不花時間去罵加害者，拼了命去檢討受害者。那我必須講，如果你檢討被害人，那你就跟共犯沒有兩樣。那吉塞爾知道自己要面對這種很厭女，甚至檢討受害者的文化，他還是選擇公開審判，不要匿名。然後你知道他當庭要跟所有的記者，甚至旁聽的媒體跟民眾當庭播放那些影片哦。你知道這個心態要有多勇敢嗎？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我們要支持他的勇敢。他說我要讓羞恥心換邊站，這句話的意義是什麼？是別人犯罪，又不是我犯罪，為什麼是我要感覺到很羞恥、很恥辱？該感到很羞恥的不是加害人嗎？該社會性死亡的不應該是加害人嗎？可是為什麼是他要躲起來呢？所以他選擇我不要當這邊。他說我必須站出來，擁有話語權。我們如果沉默，那才是對加害者最大的縱容。非常非常佩服他，所以我真心希望所有人都應該知道他的故事。第二點，我想提醒大家看，我們應該怎麼去看一段親密關係裡面的犯罪。很多人都會先檢討女性受害人，會說你自己選的男人怪誰？好像預設立場怎樣，這些男的是壞人會寫在臉上。你覺得這些女生是知道他是這樣還嫁給他的嗎？不可能嘛！大家都看得出來這個男的會殺人或會家暴或會性犯罪嗎？怎麼可能？對，不可能。如果是這樣，你一定會逃嘛。這真的就是很厭女的一種思想，大家要注意到。吉塞爾說她老公會下廚，會修東西，愛小孩，愛運動，又愛乾淨，他有非常多的優點，所以他們才能在一起50年。她說她知道她老公犯了這樣的罪之後，對她而言最殘酷的地方是她寧願他一直都是這種很外顯的混蛋，她至少還可以對自己說他本來就是個混蛋。可是他實際上他卻是個好父親、好男人的樣貌，這對吉塞爾才是最打擊的。我真的不知道你的真面目這對受害者不是最恐怖的嗎？那70幾位犯罪者能夠被辨識出來的只有50幾位，所以只有抓了50幾個。然後大家也以為這50幾個犯罪者也是什麼混賬嗎？我跟你講，他們有2/3是父親，都有結婚、有老婆、有小孩、有正常的工作，甚至很多是公職人員，例如護理師、消防員、監獄管理員、記者、軍人等等。他們的年齡介於26到74歲之間，其中有一個人在犯案的時候才22歲而已。就是他們就是一般正常的男性，所以大家不要覺得壞人會寫壞人2個字在臉上，好不好？雖然裡面也有很少數是有前科或是有性侵犯的，但是就是那50幾個人的2-3個而已，大部分都是正常人，你根本看不出來，好嗎？所以這才是社會的現實。我真的希望大家了解這一點，不要再檢討受害人哦，你自己看不出來嗎？他那麼壞，你幹嘛還要嫁給他？你幹嘛還要跟他在一起？你自己有問題什麼？真的不要再講這種話，因為這是看不出來的，好嗎？加害人不要犯罪，不是什麼事都沒有。
所以麻煩把你的心力拿去檢討加害者，這才是重點，因為這是犯罪，請檢討犯罪。第三點，身為受害人，他要用什麼心態去面對他以後的人生啊？我覺得大部分女性會覺得自己沒有臉活下去，所以我才覺得她真的非常勇敢，因為她現在活得非常好，然後她也有新的伴侶。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她沒有因為這樣子仇男厭男。我覺得如果她仇男厭男，很合理吧？對。她從此覺得男性是一個可怕的生物，是很合理的吧？不會想要再有伴侶了吧？對啊。對，甚至看到男的就覺得每個人都是個加害人。對。甚至他會不會從此走不出創傷，然後要接受長期的心理治療？他沒有。他選擇站出來，勇敢面對這一切，然後讓這個故事被全世界看見。我真的覺得他是用自身的案例出來鼓勵所有女生，然後也鼓勵所有可能曾經在黑暗裡面的人。然後他也出書了，然後到處演講。這不是英雄是什麼？可是他卻說他不是英雄，他只是一個倖存者，而他有這個能力出來幫助大家，所以他選擇這麼做。他說他不原諒，他選擇往前走。這句話我非常有感，因為在我告訴大家我曾經被家暴的事情，然後所以我主動離婚的故事之後，我也曾經寫過這樣的文章，就是我不原諒對方，因為對方從來沒有道歉，也沒有檢討自己，但是這不妨礙我往前走。所以大家請不要再覺得說曾經受過不好对待的女性好像就一定要活在傷痛裡，然後或者是當她談論這件事，她就是在抱怨或走不出傷痛。不是啊，我們已經要往前走了，所以我們才能談這件事啊。我們談這件事情，就是為了想要鼓勵大家，告訴大家我們還是可以過得很好啊。請你不要被打敗啊，不要被擊潰啊。所以拜託大家不要再叫受害者原諒了啦，原諒你個鬼啦！有人賠償他嗎？有跟他道歉嗎？那50幾個加害者有20幾個上訴到底，上訴到底就是我沒錯，我不認罪，我要告到贏，否認犯罪哦。所以不要在那邊叫受害者原諒哦，很多加害者是毫無悔意的，受害者不用原諒也能往前走，所以請不要再叫受害者你要放下，你要原諒啊，你才能往前走，這是兩件事好嗎？他不用原諒，他也能走出新的人生。原諒是必須對方要付出代價哦，甚至他就算道歉賠償，你覺得能賠他什麼？他這10年受的傷害，有誰能賠償他？對啊。所以舉賽也做了最好示範，他說我們不用選擇原諒，我們的人生還是可以向前走。當你選擇站出來，然後對抗這些事情，你就不再是受害者了。他說他現在最珍惜的是现在有影響力可以替女性發聲，如果不是這個事情，他可能沒有現在的影響力，所以他不去看那個黑暗的傷痛，他去看的是我現在是一個什麼樣的女性，那我能為女性做什麼。他說我們必須教育我們的孩子，我們必須保護他們，教育他們，因為他們才是這個世界的未来。男孩跟女孩必須學會彼此尊重，一起生活，認知到男生女生是平等的，我們才能建構更好的社會。你看哦，他是出來提倡平權，他沒有出來提倡厭男仇男哦。他說女性長久以來都被視為低人一等。你知道為什麼他這樣講？因為很多加害者都認為她老公會這樣子做，他們覺得吉賽爾一定是同意的，他們認為她老公可以決定他老婆要被這樣，而無視於等一下吉賽爾每次都是被迷昏的狀態。如果你覺得他們是一起同意要換妻的，為什麼他不是醒着的？他為什麼需要迷昏他？可是他們在辯解的時候，在法庭上面為自己脫罪的時候說，我們認為他是同意的啊，因為她老公代表他。為什麼她老公代表他？因為他們將妻子視為老公的資產，所以老公可以替你決定，而忽視他為什麼每次都是被迷昏的狀態。這就是吉賽爾說的，女人不是物品，她是人，請你尊重她。你應該要看到他沒有表達他的意願。今天如果他有表達他想要被交換的意願，可是他沒有，他每一次都是在被迷昏的狀態下，這些人加害者為什麼還是可以說我們以為你老公同意，就是你也同意啦？這就是沒有把他當人嘛，他把他當他老公的資產。然後接下來說他為什麼還可以出來提倡平權，他沒有厭男，是因為他對人性有信心。他認為只要出來提倡這些觀念，越來越多人了解這些，社會就會往好的方向去改变。他認為人是可以被教育、被教化的啊，而不要對人失去信心啊。他就是因為相信世界可以變好，他才要放棄匿名出庭。我覺得他的這份勇氣非常值得我們所有人去致敬。為什麼女性會選擇隱忍？就是因為我知道這個社會將沒有人支持我。所以為什麼大多數的女性受害者被性騷擾、被性侵，多數不敢講？因為她要受到的責難比加害者更多，以至於她當然會選擇，那是不是不要講？因為社會性死亡的會是我。那不是就是導致一個社會風氣是那不然就是算了。對，那這個算了就會使得加害者會更肆無忌憚，因為你們大部分會算了嘛。
他只要嘗到一次甜頭，他就會覺得哦，那我可以繼續咯，因為你們大部分人會說算了，就算不會算了，最後只要施點壓力就和解了。那這個風氣是不是就會一直這樣子？吉賽有講到一句話，他說我此時此刻真的需要全世界站在我這邊，就是當我們今天選擇說出來，能不能站在我這邊替我說話？因為我沒有做錯任何事，包含我說我被家暴，所以我主動離婚。為什麼所有人是責怪我啊？是不是你怎麼樣？是不是你什麼？為什麼不去責怪家暴的人？為什麼我選擇分享我的故事還要再被檢討一次？我們真的需要全世界站在我們這邊，因為我們沒有做錯任何事。我們只是選擇站出來，勇敢面对。為什麼要被檢討？而且他光是站出来，他第一個就要先面對可能70幾個比他更有權勢的男性。對，你不知道他們是誰，然後他們可能很有權勢，甚至有很好的工作，你不知道他會怎麼報復你、對待你。然後他還要遭受這些外界的言論的時候，他等於是一個人對抗全世界。对，所以我才說他真的非常勇敢。我們說出來是希望更多人重视女性的困境，他們就真的只是說出來，沒有怎樣就要被檢討。那為什麼你不把這個力氣拿去檢討犯罪者呢？減少更多的犯罪者，女性才會更友善的認為男性是可以接觸的生物，不然感到害怕也是很正常的吧？大家不希望女性厭男或仇男或恐男，好，可能不是厭男仇男，是恐男，是怕。如果大家不希望女性越來越恐男，反而是越來越多的男性，你要出來支持這件事情，你要出來支持說不要再這樣對女性，大家才會看到有越來越多好的男性是這樣支持我們的，我們就不會恐男啊。不知道你怎麼看這件事情？是不是對於社會的厭女思維經常會感到不舒服？歡迎你也留下意見，讓我們共同成長。然後我在會員影片也拍了非常多有關厭女思維的探討，目的不是要仇男跟厭男，是希望兩性學會互相尊重，才能夠和平共處。因為世界上永遠會有男生跟女生這兩種生物啊，我都希望大家是越来越能夠互相尊重，才能夠攜手向前的。有關厭女思維相關的影片有超級多，封面都在這裡，歡迎你訂閱會員，一起成為兩性思維更平權的人類哦。如果想要影片，歡迎訂閱，也可以加入會員看更多影片哦。